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们一般都喜欢跟着我的 vlog 学中文，对不对？今天我想来一点不一样的，我想邀请你们跟着我的 vlog 一起说中文，不只是听，而是要一起说，好吗？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现在出了有轨电车，到了和它连接的地铁站。我现在要乘地铁去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看这些是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地铁卡或者乘车软件，我就要在这上面买票。这个东西呢，叫做购票机。你们看这上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这些都是地铁线路。那么在地铁线路交叉的地方，你们可以换乘。现在我们要进站了。这些机器你们见过吗？它们是干嘛用的？想一想。它们呢叫闸机，你需要扫码，通过闸机才能进站，到站台去乘车。有2种方式可以去到站台，一是走楼梯，二是坐手扶梯。今天呢，我选择走楼梯进站。现在我到了一家商场，它的地下1楼有一家超市，我要去逛一下。我现在乘坐的这个东西叫什么？你们还记得吗？现在呢，我要在超市买点东西，我要拿一个，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对，叫购物篮。我拿一个购物篮，这样放东西比较方便。我不需要一个购物车，因为我不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你们可以考一考自己能说出多少水果的名字。其实我觉得有些水果的英文我也说不出来。这个水果叫什么呢？是不是没见过，不知道它的中文名？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说。原来它叫红心火龙果，它里面的果肉是红色的，所以叫红心。有哪些蔬菜呢？看看你们认识多少。我们再来拍一张图看看吧。准备好了吗？白菜、花菜、胡萝卜、芹菜，这种粗一些的叫西芹。
在这样的超市里，我经常会迷路。比如说，我经常找不到饮料在哪里买。啊，看到了。买哪个好呢？如果是你们会选择哪个呢？啊，这个红茶，它写的是无糖的，不错，我要了。哇，你们看这些是什么？彩虹便签，用来干嘛的呢？这些便签上面写了苏州非常有名的景点，比如这里是双塔市集，然后它告诉你说可以乘到哪一站，从几号口出来之后再走多少米。我觉得这非常方便，因为你就不用一直看手机上的地图了，特别贴心啊。我现在从地铁里出来，又到了室外。我觉得刚刚在商场给你们录视频真的有点困难，因为商场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谁说话声音都会变得比较大，就容易盖过我的声音。那我现在要去的下一个地方，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地方吗？我要去拜访一家古旧书店，不知道会不会吃闭门羹。它藏在苏州这样一条粉墙黛瓦的小巷子里。那你们喜欢淘旧书吗？淘的意思就是仔细认真的寻找不容易找到的好东西。中国最大的网购平台淘宝的淘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在英国的时候经常会去慈善店淘二手书。书店就是这里了。最近是不是来采访的人很多啊？这里来的人蛮多的呀。你是本地的还是？我出生在苏州，但是现在在哪里呀？我在苏州，但我父母不是苏州人，我是新苏州人。新苏州人蛮好的。这家店开了是100多年。我父亲的祖父开的，100多年，120几年了，大概。不容易。现在主要是您主管这家店吗？我们反正都是几个弟兄姐姐3个陪老爷子一起把这个书店。这一排书会有人买吗？有人买哇，都是老爷子亲手修缮的。都是那时候眼睛好的时候嘛，还可以修补啊，装订。那这些书最开始是从哪里找来呢？一个嘛，人家是家里去收，一个嘛到市场上面去。才开店的时候嘛，到文庙了什么去。文庙。现在少了，现在没有。是的。明版的稍微早一点吧。那些还有清代的。颜色深的都比较老的。那么一般的都是买了呢，收藏了它。是的，越来越少了也。对。这本书是老爷子的口述史。什么时候口述的？是几年的？这个碰一下。大半年了吧？哎呀，到半年都来要的，要大半年了。古湖先那个派一个小编辑坐在他边上，他呢自己也写一写，写的东西呢，他就是眼睛不好，字看不什么，再叫小编辑把它读一遍给他听，那么让他回去把它整理出来。口述也不容易的。来，写个100岁老人。爷爷帮我签个名，谢谢。那个接。
2002年。你们看这个石狮子戴了什么？头巾，超可爱。那刚刚那家旧书店呢，已经开了100多年了。现在的店主他今年就要100大寿了。这家店是从他祖父辈开始开起来的。那刚刚我在店子里也和他的儿子聊了一聊，淘到了3本书，然后还买了一本100岁店主的口述史，讲述这个书店的历史。然后他还帮我在这个书本的首页签了一个名。能买到这样一本带有作者签名的书，我真的非常开心。你们好奇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吗？我一般在买到一本书的时候，我会先打开到它的作者自序部分，因为我很好奇作者对他自己的这本书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他写这本书的经历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来拍照看一下这个自序。那在这个自序里，作者说呢，其实上这本书是他回顾了他80多年的跟旧书相关的职业生涯，他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放在旧书的事业上，放在修缮古籍上面。他也说了，在他观念里，他觉得书可以给人带来怎样的深层次的连接，以及书在传播知识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可以出版这样一本书，让文学书房的店主有机会讲述他跟旧书一生的缘分，这是非常珍贵的。我走的有点累了，想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休息一下。那就选这家咖啡吧。你想喝什么类型的？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就是现在有点热，我觉得。想喝冰的是吧？冰的吧，冰的话想喝黑咖还是说奶咖？奶咖。冰的奶咖的话，就是像我这边有 ROC Dirty 是比较推荐的，然后黄油、白玉兰跟抹茶香芋，然后同时 Dirty 的话只能是在这边喝，不可以打包的。好的，不可以打包。对，如果你是想打包还在这边喝？在这喝。对，这3款，然后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红茶拿铁是可以做冰的。然后再就是像这边偏常规类型一点的了。偏常规的美式。好，那可以要这个白玉兰的 Dirty 吗？可以啊，然后白玉兰的话是统一的杯型，好的，大杯小杯。好的，没问题。好，谢谢。然后 Dirty 本身是不含冰块的啊，就是冰杯冰牛奶。好的。你们有注意到刚刚点咖啡的时候，老板是怎么问我的吗？
比如说想喝冰的还是热的，想喝奶咖还是黑咖，奶咖就是加了奶的咖啡。还有说杯型是怎么样的，他说没有大杯和小杯，是统一杯型。这些都是日常对话中很重要的细节。那如果你想提前练习真实的中文对话，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有注意到刚刚在超市的时候，还有包括给你们看书的时候，我有用到一个 AI 识图的功能吗？其实呀，它是我最近发现的一款学习中文的软件，它非常有意思，叫 Super Chinese。我平时遇到很多学习者经常会问我，老师应该怎么学习中文才能最高效呀？其实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同，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适合你的学习工具。Super Chinese 不是一款简单的学习中文的 APP， 它里面有一个场景化学习 Scenario-based Learning， 非常有意思，它设计得很好，非常适合初学者和可能要来中国旅行的人。前几天我试了一下它其中的点奶茶的场景，比如呢，它会先带着你学习相关的重点词汇，然后你可以跟着 AI 锻炼一下你的发音。接着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小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你可以看到在真实生活中人们是怎么点奶茶的，这比死记硬背单词要有用的多。最后呢，它还能带着你模拟练习真实的对话，让你开口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棒。不过呢 Super Chinese 的核心内容可不仅仅是这些对话式练习，他们还设计了一整套系统性的课程，涵盖了 HSK 1到 HSK 5，并配有非常生动的动画。他们的文本也是由母语教师精心编写的，所以非常自然，有对话式的文本，还有小的文章。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课程设计，除了学习语法和词汇，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练习和互动性的游戏来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掌握实用的汉语。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遇到不认识的词，你也可以点击这个词，它就会弹出它的字典，你也可以自己打开或者关闭它的拼音和句子翻译，你的学习体验会更加灵活。对于想要系统化学习的自学者，这样的结构化课程会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呢，我还发现他们有一个 Discovery Channel，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完全免费的拼音课程和汉字课程。他们在这边还会每周根据不同学习者的水平更新新的内容，也是由母语教师编写的。这些内容贴近现代生活，也会紧跟一些最新的趋势。比如说这篇文章就是围绕 DeepSeek 来写的。听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个 APP 产生了兴趣，可以去下载试一试哦。我呢，也向 Super Chinese 争取到了一些优惠的活动和名额，具体的我会放在评论区的置顶部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在和越来越多的中文学习者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最近都开始学习用 AI 辅助自己的学习，我觉得这非常棒。像我自己在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我也会去探索不同的学习方式，有些方式不适合我，有些方式让我觉得沉浸其中，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学习中文的心情和感受。那么我想说的是呢，无论是用电子词典查词语，还是问 AI， 还是问你的母语老师，每一种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价值。然后呢，无论是通过 APP 学习，还是阅读书籍，还是观看视频学习中文，每一种方式也都有自己的魅力。在我看来呢，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去收集不同的资源，而是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学习组合，让中文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鼓励你们大胆地尝试不同的学习资源，不同的学习方式，不断调整，然后找到最适合你们自己的
学习方式和风格。学习语言是一场无止境的旅程，而不是一个考试，所以试着尽可能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中文或者任何语言学得越来越好的，我真的相信你们。不知不觉的天都黑了，你们可以看到在我背后就是城市的夜景了。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又学到了多少词，多少表达呢？这个地方好美哦。我觉得城市的夜景也是一个让我喜欢夜晚的原因。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